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你静悄悄地给我一个 like。有一些老年人担心运动会损伤关节，也有一些老年人担心一直在家里不能动弹，会让自己老得更快。想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比较好的办法就是走路锻炼。走路相比于跑步来说，运动强度比较低，更适合身体衰弱比较明显的老年人，还不容易出现运动损伤。跟完全在家里不运动相比，经常走路可以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，对健康很有好处。但有些人也表示，走路锻炼之后会感觉很累，还会感觉关节不适，真的有助于长寿吗？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老年人走路锻炼的那些事。多走路有助于长寿，老年人确实需要一定的运动，运动能够促进新陈代谢，缓解慢性病，减少心脑血管疾病风险，让身体更健康。走路的过程中，心脏得到充分锻炼，心脏功能越强，血液运行的能力就越强。如果平时不运动，可能运动一会儿心脏就受不了。走路还可以降压降糖，提升代谢率，对慢性病有帮助。长期坚持下去，血压和血糖能够得到有效平稳。走路还可以避免超重，预防脂肪肝、高血脂等，但不要一个劲走，不然会把膝盖走坏。走路的速度、姿势和路程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，适量运动就可以，运动中再坚持。运动强度反而没必要追求太多，当然慢吞吞的走路也是不行的。想延寿效果更好，建议快走。快走时，身体6成以上的肌肉都参与进来，血液循环加速启动，韧带、骨骼、神经都调节到最佳状态。快走是比较安全的，非常适合老年人，因为运动时间缩短了，脚掌触地的冲击力也减少了，对关节的负担也减少了。但是想要长寿，除了走路之外，还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，尤其是人过了50岁之后，做好下面几件事，或许比走路更有效。人过了50岁，做好4件事，或比走路有效。凡事不放在心底，不介怀。过了50岁之后，身体健康的保证，一定少不了乐观向上的心态。对待事物要怀有颗平常心，不要轻易放在心上。若生活中产生不良的情绪，一定要学会自我进行排解。良好的心理建设对于健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。饮食健康，经常大鱼大肉，身体肯定吃不消。虽然这些食物非常美味，但健康才是头等大事。偶尔放松一下，吃一下。高油高盐食物不爱吃，但是老人经常吃，对血管不好。过了50岁之后，对于某些食物就要控制了，比如红烧肉、咸鱼、腊肉等。做到每餐保持7、8分饱就可以，可以减轻肠胃的负担。不吸烟，不过量喝酒。过了50岁之后，一定要戒烟，能不喝酒就尽量不喝酒。如果非要喝的话，要限制饮酒量。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规定的单日饮酒上限是成年男性25克，成年女性15克。多补充水分，且喝对水。50岁之后，身体的新陈代谢变慢，体内的水分流失加快，需要及时给身体补水，不然会对血管健康不利。很多人会忘记喝水，或者等到口渴时才想起来喝水，还有一些人喝错水。这些问题的出现都可能导致疾病的产生。想保持身体健康，3个时间建议多喝水。第一个是早上起床之后喝一杯温开水，可以改善血液循环，加强肠胃蠕动。然而有些看似健康的生活方式，
其实对身体的危害却是非常大的。下面这些大家常做的事情，你以为是在养生，其实是在养病。这些错误的养生方法你中招了没？五谷杂粮粉治出糖尿病，多吃五谷不生杂病，于是五谷杂粮粉悄然流行起来。很多人觉得杂粮粉又方便好吃又多，但其实恰恰伤身。五谷杂粮最重要的就是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能促进肠胃蠕动。磨成粉之后，膳食纤维反而被破坏了，只剩下淀粉和糖类。常吃五谷杂粮粉对血糖的提升速度更快，对身体不利，吃多了恰恰会增加各种疾病的发病率，尤其是糖尿病。天天喝粥喝出营养失衡，有的老人因咀嚼功能不好而常年吃粥，有少数讲究膳食的人通过吃药粥来保养身体。去观察长期吃粥的老年人一般比较消瘦，原因是老年人的胃动力比较差，长期吃粥，人体得不到总热量和营养物质，不够体能消耗，导致营养失衡。所以经常吃粥和吃药粥虽是养生，但不是人人皆宜，除非是身体很虚弱，或者是治病需要，乱补维生素去除结石。很多把维生素当作万能品，每天吃几片，觉得有益身体健康。其实如果身体不缺乏维生素，无论患何种病，服用维生素都是一种浪费，甚至会加重病情。例如胃溃疡患者大量服用维生素 C， 不仅无效，还会加重对胃的刺激。平时有人把维 C 泡腾片当作提升免疫力的药品，但只有维生素缺乏者才需要补充。一旦长期过量服用维生素 C， 还会导致尿流结石，加速动脉硬化。乱补钙，当心高钙血症、肾结石。补钙的观念在中国可谓深入人心，很多老年人觉得钙补的越多，吸收的越多，骨骼也就越强壮，于是大把大把的吃钙片。钙并非补的越多越好，中国营养学会推荐，体重在50到70公斤的老年人，每日需补钙量约1000毫克，除了在饮食中获得，额外补充的钙量为300到700毫克。过量补钙会影响人体对铁和锌的吸收，还容易引起高血症、肾结石的并发症。其实健康均衡的饮食即可提供充足的钙。好的钙源包括牛奶、乳制品、豆制品、绿叶蔬菜等。辟谷养生毁了肠胃。近年来，辟谷养生越来越受追捧，不吃谷物、肉蛋等，仅依靠喝水、打葡萄糖来代替3餐，这能清理肠胃。以为这种辟谷方法真的养生。辟谷会打乱胃肠道的正常运行，肠道的通透性、消化液的分泌，还有营养物质的吸收等受到影响，亦会引起身体代谢紊乱，会引发胃炎、胃溃疡等疾病。其实养生可以不花钱，比如大笑。据统计，每笑一声，从脸部到腹部约有80块肌肉参加体育运动，大笑100次，相当于骑15分钟的自行车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增强心肺功能。不过高血压患者、处于疾病恢复期的患者不宜大笑。晒太阳就可以补钙，俗话说阳光是个宝，晒晒身体好。人体皮肤上含有一种大量物质，紫外线的照射下可转化维生素 D， 然后被吸收入血，经肾和肝生成活性维生素 D。 活性维生素 D 可以在肠道、肾脏、脊骨等多个组织器官发挥作用，既可促进钙离吸收，又能直接调整骨代谢，具有防止骨质疏松的作用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
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